蝴蝶刀，该刀有一个刀刃，2个刀柄，刀柄既是刀鞘，外观华丽却暗藏杀机。蝴蝶刀主要玩的是花式，正握反握切换简单，属于手指极限运动。由于其灵活的结构，使用者可以迅速出刀，出其不意攻击敌人。这里阿峰的动作正是蝴蝶刀的开刀手法。紧棍实际上就是可伸缩的甩棍。反握刀，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正握刀，其实阿峰的这个握刀姿势恰恰是反握。怎么区别正握反握呢？虎口处匕首尖朝前的叫反握，虎口处匕首根部朝前的叫正握。前刺虚晃，下劈，右滑，连续突进前刺，左右平滑。反握刀的优势是攻击距离较远，在双方正面对峙有一定距离时，反握是比较合适的。下劈，横扫，右前刺，左侧刺，俯身刺。挑棍试探，当双方都持有势均力敌的武器时，基本上都是试探性的动作居多，直接一开始就无脑上的人还是比较少。阿峰切正握刀，左右劈砍，正握刀相比反握刀更适合贴身近战，更加灵活，攻速更快。这里阿丹后侧拉开距离，阿峰切反握刀提高攻击距离，左右平滑。这里看到阿峰左右平滑之后又切换成了正握刀，所以蝴蝶刀的方便之处还在于握刀手法切换方面，可以根据不同的对战环境，随时随地的调整握刀手法。持棍侧劈，此时位置最适合下钩割腕不过了。阿丹迅速回抽，再次拉开距离，阿峰切反握刀，俯身平滑加突进前刺。这几回合下来，阿丹的距离感保持得很好，打法相对保守，主要还是考虑到武器的差别。相比甩棍，蝴蝶刀更具有致命伤害，所以在没有一击制敌的情况下，阿丹不会大胆进攻。摸底探月，这是巴西战舞里的招式，双手撑地侧翻，双脚向上扫踢，常常能出其不意地击打对手。右手持棍格挡，左手扣起手臂，接下来就是要接右棍下劈的动作。阿峰没给他机会，被扣臂的同时顺势转身后踹，击退了阿丹，左右摇闪。垫步侧踹，垫步侧踹是日常格斗中比较常用的，也是比较实用的腿法。这个姿势充分利用到了大腿力量，脚步踹出的速度可在1-2秒内加速到最大每小时16英里，配合上垫步扭胯的动作，可在对手身上产生400磅以上的冲击力。就在阿峰垫步侧踹的期间，先给兄弟们推荐一个好东西，如果你单身又喜欢玩的，不妨试一下左下角这个，带你体验江南女友的婉约，川渝女友的火辣，宝岛女友的娇柔，西域女友的热情，多种类型任你选。左下角限时开放，抓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甩棍格挡，看阿丹如何化解。左手拿住阿峰左腕的同时，身体向右倾斜，避免被刀刃伤到。此时阿丹左手拿腕的同时，也正好箍住了阿峰的右手。左手拉腕，右手同方向发力按压，使阿峰的双手呈交叉背锁状态。最后再以甩棍强行卸刃。被卸刃的同时，阿峰一个翻身摔想要脱困，但被阿丹背身裸脚缠住。标准的背身裸脚是双脚交叉搭扣，一只手圈住脖子并搭在另一只手的后臂上，另一只手向后箍紧，形成难以破解的裸脚，可在短时间内搅晕对手。这里因为要控制阿峰持刀的左手，所以阿丹无法做成一个完整的裸脚，只能暂时的控制住阿峰。阿丹的意图很明显，想要拿腕让阿峰刺自己。阿峰佯装右手去推，实际上是要去拿刀。这里看到有2刀被防弹背心挡住，还有1刀刺进了大腿外侧。甩棍推开，踢脚格挡，顺势拿腕过肩摔。跪膝卸刃，下劈爆头，前手翻下劈，变线侧踹，低边腿，下劈爆头，转身后摆。这一个后摆成了阿丹的一个失误，更好的做法应该是继续用甩棍击打阿峰。这一个后摆让阿峰捉住了近身的机会。后肘击头，后肘击肋，脚后跟踢胫骨。这一脚的疼痛让阿丹后撤失去重心，阿峰顺势向后发力，两人一起撞向后窗玻璃。冲膝，下摆拳，连续平勾拳击打腹部。左上勾，这一轮疯狂输出中，阿丹身上的防弹夹克抵挡了一部分冲击力，不然一般人在这一套组合下来早就趴下了。特别是在面对膝顶时，看阿丹的手势已经做出了伞形防守，此格挡手势既可以防止下巴头部被对手重击，还可以向右方向发力，把膝顶拨向身体右侧，完成一个侧闪躲避。但是阿峰的膝击冲击力太快太强，阿丹向右推膝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被顶胸了，还好身上的防弹夹克消掉了一部分冲击力。右转身肘，左转身肘，转身肘的时候，阿丹侧头，左手反抱阿峰腰部，右手勾住其右大腿，
直接把他抱摔了出去。关于阿丹臂力惊人这件事，阿峰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当然了，蛋哥的这个手臂基本上是我大腿这个粗细。也有2条那个莲藕在手上。低砍腿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特别是在针对对手腿部的攻击，踢人就跟砍树一样。如果对手腿部抗击打能力弱，腿都有被踢断的可能。曲臂格挡、膝顶、肘击、平勾拳击打脸颊、截踢腿、超人拳。我们时常会在比赛当中看到一种跳起来的拳法，手脚一字伸展，形象超人。他的起膝动作会让对方难以判断你的攻击意图，往往会因为出拳的突然性令对手措手不及。击腹勾拳、右摆拳、左右贯拳、左手刺拳。看阿丹这个架势，感觉是找到了状态和节奏。一个好的格斗手在实战过程当中会根据对手的不同反应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节奏。高扫爆头，阿峰以为对面要出拳，没想到是个假动作。腾空侧踹，铁锤击肋，这个防弹夹克已经救了阿丹好多次了。腾空侧踹，有武器的优势，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一个人徒手再厉害，可以打30-40个人，但是对方有武器时，你顶多打3-4个。你能打多少人？手上没家伙事儿的话，能打多少？30-40个吧。抖瓶子什么的，那应该3-4个差不多吧。铁管格挡下砸锤，横扫反击，踢管格挡顺势勾胯扛摔，劈管卸刃。这里劈的是阿峰握锤的手。卸刃之后，阿丹又做了个不太明智的选择，居然是选择双手拿管去架霆锋。更好的做法应该是继续吃管劈打。这里阿丹再次展示了他的惊人臂力。吃管箍颈，扣眼过肩摔。从这几回合的打斗，打出了他们2个人的身份和性格。阿峰是亡命之徒，出手阴险毒辣，毫无保留；而阿丹只想把这位曾经的兄弟缉拿归案，并不想当场击毙他。灰尘之下，阿峰突然穿出，手持利器刺向阿丹。阿丹由于没看清，本能提手提防，直接被刺穿了手掌。原来是一把螺丝刀。阿丹挣脱后擒住其手臂，用头把阿峰撞懵了。顶腕卸刃，翻身十字固断其手臂。结局以阿峰战败结束。纵观全场打斗，甄子丹依然保持了他时装动作片一贯的 MMA 风格。相对来说，谢霆锋的动作更加亮点。当然，这除了归功于谢霆锋有一定的功底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甄子丹把他这部电影里最好的动作设计都留给了谢霆锋。